1959年，芭比公仔由美泰兒公司正式生產。自此以後，芭比公仔就成為咗好多女孩子兒時嘅玩伴同埋模仿嘅對象。但每個人係咪好似公仔咁一式一樣呢？歷史上好多藝術家嘗試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呈現男女性應該有嘅生活面貌，但亦都有好多藝術家嘗試用唔同嘅方法將固有嘅印象打破，為每個個體添上唔同嘅性別氣質。究竟當中嘅故事係點嘅呢？等我哋一齊嚟藝術那話兒。所謂嘅性別氣質係指一個人點樣表達佢性別角色，尤其是通過佢嘅衣着、性格、行為舉止等等。縱觀歷史，主流社會對男女嘅想像有一個相對固定嘅模式，普遍認為男性嘅話就應該剛強、理智、獨立，而女性嘅話就要溫柔、細心、依賴，兩者之間係二元對立嘅。喺普普藝術嘅代表畫家查理德嘅作品是什麼讓今日的家如此不同、如此吸引人裏邊，就有住現代化嘅家私、打掃緊嘅女傭、一個肌肉發達、充滿力量嘅男性，同埋一個婀娜多姿、儀態柔美嘅女性等。透過剪貼嘅方法，既展示咗工業發展對家庭生活嘅影響，亦濃縮咗嗰個時代大眾性別文化嘅特徵。畫家瑪麗卡隆特出身於富裕家庭，卻不滿於安逸嘅環境，選擇喺20歲嘅時候，唔理父親嘅反對，到歐洲獨力開創佢嘅繪畫事業，並成功喺3年之內入選當時以男性藝術家為主嘅巴黎沙龍展。佢嘅作品展露出19世紀晚期現代女性嘅各種樣貌，例如閱讀、梳妝打扮、照顧子女、盛裝出席社交場合等。雖然卡隆特認為女性唔需要服從男性，努力喺創作內外爭取女性嘅各種權利，例如投身藝術事業嘅選擇權、投票權等，但因為自己冇女性化嘅魅力，亦都冇結婚生子，而認為自己係個失敗嘅女人。喺19世紀嘅時候，有心理學家、生物學家同埋醫生認為，人嘅生理結構會支撐住人嘅努力活動，導致男女有不同嘅能力同埋性格。所以男性可以喺公共領域同埋私人領域裏邊活動，而女性就可以喺私人領域裏邊出現。因為兩性身處於唔同嘅領域裏邊，所以佢哋要承擔唔同嘅責任，亦都衍生咗唔同嘅性格特徵。如果男性忽略咗某個領域，或者女性僭越咗男性嘅領域嘅話，就會被譴責。喺20世紀嘅時候，有女性主義者提出個人即政治嘅口號，以指個人嘅生活處境同埋社會權力結構有關。一直以嚟，要喺社會上邊爭取個人嘅權利並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喺唔同嘅時期，社會上都有唔同嘅藝術家以自己嘅力量為自己或者社群爭取權利。喺19世紀末相對封閉嘅歐洲社會裏邊，啱啱提過嘅瑪麗卡隆特就喺作品《包廂中》裏邊描述咗一個着住黑色衫、拎住望遠鏡嘅女性。呢個女性不但側住身，被望遠鏡遮住咗部分嘅面容，更擔當起觀看嘅權力角色，呈現出女性意識嘅自主性。同期男性藝術家例如雷諾亞喺類似場景嘅作品《戲院包廂》裏邊，男性大多掌握觀看嘅權力，而女性只有吸引目光嘅面容或者華麗嘅衣裳。細細個嘅時候，瑪麗卡隆特需要好大嘅勇氣先可以畫出女性掌權嘅作品。中國嘅傳統繪畫裏邊幾乎冇出現過裸露嘅身體，傾向將身體隱藏喺男性把持嘅道德倫理之下。一般情況下，女性嘅身體會被視為男性嘅私有財物。假如女性嘅裸體進入大庭廣眾，就會被視為污糟、低賤、淫蕩。但畫家潘玉良就喺13歲嘅時候，俾佢好賭嘅舅父賣咗俾妓院，之後更喺作品裏邊大膽咁呈現多幅裸露嘅女性畫像同埋自畫像，結果成為世人抨擊佢嘅依據，亦都導致國內個人畫展上面嘅作品多次被破壞。不過佢嘅裸露作品不但破除咗傳統禮教嘅虛假面紗，打破咗中國人對理想化身體嘅慾望投射，亦都加強咗女性嘅主體認同性，對推動中國嘅性別運動有住好大嘅幫忙。17世紀巴洛克時期畫家真蒂萊希
自細就跟隨卡拉亞奇嘅父親學習畫畫，吸收咗卡拉亞奇帶有強烈戲劇性同埋明暗對比嘅畫風，亦順應當時嘅時代背景同埋潮流，創造咗多幅關於性同埋死亡嘅作品。真蒂萊希嘅作品同埋個人生活有密切嘅關係。喺創造咗作品《蘇珊娜與長者》之後，無奈佢就被老師塔斯強暴。當時真蒂萊希嘅父親嘗試強迫佢同老師結婚，以挽回佢嘅名聲。不過真蒂萊希就表示，呢個係令人見到女性有咩能力嘅時候，你會喺女性嘅內心發現凱撒嘅勇氣。真蒂萊希嘅作品有蒂德閣下何洛弗尼嘅頭顱，以聖經有蒂德傳裏邊嘅故事為本。喺故事裏邊，有蒂德透過誘惑同埋攻擊敵軍將領何洛弗尼，拯救快要餓死堡壘裏邊嘅貧困公民。同畫家布雷相比，佢透過畫面嘅構圖同埋線條安排，將力量集中喺何洛弗尼嘅頭部，亦刻意將畫中兩個女性描繪成為無所畏懼、四肢健碩嘅樣，以強調畫中女性為咗拯救人民而呈現出嘅力量。雖然真蒂萊希因為被強暴同埋其後嘅訴訟有住放蕩女人嘅壞名聲，但佢仍然堅持喺作品裏邊表現出自己不屈不撓嘅一面。16世紀畫家葛飾認為係畫家葛飾北齋嘅女，佢不但中意飲酒吸煙，更因為不滿丈夫嘅畫技平庸而離婚，一直留喺父親身邊做助手。為咗畫出好嘅作品，佢經常流連五光十色嘅歌舞伎町，感受當中光線同埋顏色嘅變化，最終揾到屬於自己嘅風格。葛飾認為似乎完全唔怕閒言閒語，但要喺當時嘅社會裏邊做盡各種離經叛道嘅事，當中嘅壓力可想而知。面對固有嘅性別框架，近年嚟就興起流動性別嘅概念，即係唔再按傳統將男女二元分化，而係按自己嘅想法隨時改變。攝影師辛蒂雪曼曾經喺作品裏邊扮演成唔同嘅樣，拍攝仿似荷里活電影劇照嘅攝影作品。喺每個似乎符合社會期待嘅角色扮演同埋象徵性感美麗嘅經典形象下，佢總係令自己嘅妝容外表帶有瑕疵。透過誇張嘅光線同埋戲劇效果，加上外製不自然嘲諷嘅表情，藝術家嘗試對主流社會賦予女性嘅刻板形象作出抗議。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就興起一種名為武踏嘅實驗性舞蹈，企圖打破東西方喺表演動作肢體上邊固有嘅美學觀點。起初，大部分人對武踏表演裏邊嘅荒誕造型、充滿陰暗嘅氣氛不能完全接受，會喺表演過程裏邊感受到不安同埋恐懼。但逐漸地，觀眾開始意識到武踏咁偏重於生命意義嘅追問同埋反思，以及對靈魂深處嘅探索同埋表達。武踏宗師大野雄喺作品《阿根廷那種》裏邊，就以自己方式演繹啟發佢至深嘅阿根廷女郎之舞，同時向已故西班牙舞蹈家安東尼亞致敬。呢個作品係國際舞蹈史裏邊最早以男性舞者表現女性心理嘅藝術作品。喺表演過程裏邊，大野雄着住紅色嘅舞裙，綁住粉紅色嘅蝴蝶結，着住粉紅色嘅高踭鞋，跳住圓舞步。佢一邊扭動住手掌，一邊將手臂屈曲咁環繞喺膊頭同埋頭部隔離，而頭部始終傾向右肩。大野雄曾經表示，對佢嚟講，舞蹈係一種生命嘅表現，冇公式，亦非各種動作嘅組合，而係即興咁跳住舞，以即興嘅方式探求內心純粹嘅世界。正因為表演者被錯置性別，又被全身塗白，去除個人嘅差異，先可以無拘無束咁訴說自己嘅心理狀態，展現人類最原始嘅美。講到底，喺生活每個環節裏邊，我哋每日都喺度諗緊點樣展示或者演繹自己。與其人云亦云，不如靜落嚟諗一諗，究竟你每日喺度做緊咩，而自己心裏邊喺度諗緊咩呢？或者放下枷鎖嘅話，你會有一個新嘅睇法。關於性別嘅事，有機會嘅話，我哋再同大家分享更多。